噔噔噔，我都快睡了，这么快就睡了吗？二哥，二哥睡这么早，这么快就快睡了吗？二哥，现在都睡这么早的吗？二哥，欢迎深念，晚上好呀，深念。我自己觉得，哇塞，我感觉我这周从上周几开始，我全勤了，我是不是快全勤了？我上周有没播的时候吗？欢迎小烟鸡。我感觉我已经连续播了6天，还是6天了吧？谢谢试玩的灯牌，晚上好呀，水，谢谢试玩的闪耀，谢谢试玩的闪耀，晚安。沙尘完这么快就睡觉了吗？你是不是睡得有点太早了？这才11点，虽然说正常的人来说的话，11点差不多也该躺床上了。噔，谢谢没有老师的灯牌，最近播的好勤快。对啊，我刚刚还在说，我说我都快全勤了，我都连续播了6天了吧，我都不知道。我上周有没播的时候吗？已躺下了，爽直，我已经很久没有10点的时候就躺下了。欢迎果然有趣。我上周有没播的时候吗？我在想。我上周好像没有没播的时候吧，我感觉我连续播好久了，连着7天上班。我也觉得最近出勤率好高，棒棒的，夸夸我自己，嘿嘿。欢迎无我无你。对，连着上。那沙尘文你们什么时候放假？你会有放双休吗？或者是放单休吗？还是怎么样？对的，你总不能不放假了，连着上7天班。噔，如果要上班的话，那就早点休息。要上班的话就，好吧，那确实没有双休这一说法哈，好像确实没有双休这一说法。而且你们节假日也会上班，但你们会调休吧？总不能一直干喽，肯定会调休吧。好漂亮，可以点点赞吗？哦呸，点点关注吗？可以点点关注吗？欢迎时光，晚上好，时光。连着上10天待5天。哦，待5天是什么意思？休息5天吗？那如果明天要上班，确实应该早点休息了。如果明天要上班的话，那还是早点休息好，不然的话明天就没有精神了。一直干那咋了？什么一直干那咋了？欢迎自由，晚上好呀自由，谢谢自由灯牌。晚上好呀自由，自由现在躺上了吗？大家都躺上了，该躺上了，挺好，羡慕。对呀，你才发现吗？我经常就这样戳我的睫毛，隔着我的眼镜框戳我的睫毛。躺着呢，有点热，还好吧？我感觉我至少我这不热，因为我这最近老下雨，就感觉挺凉快的。感觉今年夏天确实没有以往热哈，我都没有开几次空调。今年夏天。我在内蒙古瑟瑟发抖。内蒙古很冷吗？为什么时光在内蒙啊？欢迎夫子喵。我以为是眼镜了，不是，它是个眼镜框。欢迎练哥，晚上好，练哥。我这出差好吧，比较常热，好吧？不对呀，自流，你在那么北方，不应该很热才对啊。连着上10天不休5天，哦，那也挺好的。连着上10天不休5天，那感觉挺好的呀。欢迎神秘人，欢迎肖志博。今天35度，还好。我们今天号多少度？我感觉也30多度。但是我感觉，因为我最近都没有出门，我这2天，我最近几天都没有出门，我最近几天。谢谢 Evan 点赞，晚上好呀 Evan。他们出去玩，我不想去，感觉有点亏。那肯定啊，他们出去玩，除非是你不出去玩可以加工资。那如果说他们出去玩的话，那你不去，而且还不加工资，那确实有点亏。反正都要出，反正也不加工资，还不如出去玩，是不是？如果他不扣钱的话哈。谢谢呆呆的为爱发电，晚上好呀呆呆。很少35度，所以觉得热，好吧，难怪。
我们这儿我记得我印象中成都最热的时候能到40度，但是我觉得今年夏天还蛮凉快的。全身妆造就是之前穿过的呀，这个妆造就是之前穿过的呀，就是那个小熊套装，就是之前穿过的呀。这个不算是新衣服，这个是之前穿过的。这5天没工资，好吧，好吧，那还是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还是上吧，上了至少有工资嘛，就是说是不是？是不是上了至少有工资嘛？你不上的话就没有工资，那还是上吧。哇塞，我今天还没有说哎，我都还没有说也想点亮我们的儿童展馆，今天周一了，谢谢自流的棒棒糖，谢谢自流帮我们点亮的展馆。我还想，我还没有说自流太好了吧，这也太好了吧。谢谢我们的点赞，我还没有说。就把我点亮了，我们还差多少个儿童展馆就点亮了呀？现在点亮了4个。我们还差1个，我们儿童展馆就点亮了。谢谢自流的加油呀！谢谢自流的加油呀！好耶，我们儿童展馆点亮。欢迎严彬，欢迎菜鸟寻找幸福，谢谢我们自流，谢谢自流，给你打个成都快本，打个成都快本，感谢一下。欢迎小琪，晚上好呀，小琪。哎，你还别说，刚刚才在说不热，我现在就有点感觉有点热。成都快本开心，你知道这个吗？成都快本就专门的，做完美甲就喜欢这样打成都快本。晚上好呀，小琪，谢谢阿达的点亮。晚上好呀，阿达。有一点累，好着连着上那么多天班了。那你那个什么，那你可以休息1天啊。那你休息1天啊，上久了班确实很累，休息1天充充电嘛。休息1天充充电，谢谢阿达的灯牌，刚知道。成都特产，成都快本，能听见吗？这个声音，笑死我了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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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欢迎最亮的仔，这是可以听见的吧？我都怕你们听不见，不知道我在这干嘛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谁给我说的？这个是鱼子酱给我说的。是不是？哎，小七啊，鱼子酱给我说的成都快本，欢迎赵开。太热了没风，我决定快开空调啊，开。虽然说我觉得现在估计还不是最热的时候，毕竟现在才6月底嘛，还没。我觉得最热的时候可能就是暑假的时候，就是7、8月份应该是最热的时候，现在应该还不是最热的时候。上班不给，只能连着上完，好吧，好吧。今年这天就反常，我倒是觉得还好，因为我觉得今年还没有想象中那么热的，我感觉可能往年的话可能会更热一点。今年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没有出去玩，因为最近成都一直都是阴天，今天出了一个太阳，平时的时候就都是阴天。阴天的话就还蛮凉快的，要么就下雨，要么就阴天。所以说我觉得还不是特别热，还蛮凉快的。也是35度，刮台风加沙尘暴，天，那么热。一般刮台风应该会下雨才对吧？台风天不会下雨吗？台风天应该会下雨才对吧？欢迎凛冬，应该不会又把我忘了是谁吧？我应该知道你应该是2哥，呸，3哥对不对？你是3哥对不对？对，你看我记性还是蛮好的，我都没有点开你的主页我就知道你是3哥。睡觉了，拜拜，好的，晚安自流，拜拜拜拜，谢谢帮我点亮的2个展馆，拜拜，欢迎小橘猫。
三哥，因为我老给他们搞混，二哥和三哥我老搞混，所以说我一般就是容易反应错。这回还可以，开玩笑，进步了也算是，记忆性变好了，进步了，都不用点开主页就知道你们是谁了，聪明了。那以前不聪明吗？以前也挺聪明的呀。你是哪里人？我是成都的，我成都人哦。噔噔噔，成都的四川妹儿。算是进步一点点，这还是一点点，因为你上一次是因为你改名字了嘛，上一次是因为你改名字了。欢迎猛踹瘸子那条好腿，上一次是因为你改名字了，然后你最近没改名字，所以说我就知道你是谁了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我今天都没有卷头发，因为我今天在试那个 cos 服，我今天在试明天。后天要穿的 cos 服，然后试完了之后发现好热呀，那个 cos 服，我的那个角色怎么这么热？就是全副武装。我本来不是晒黑了嘛，我一般拍摄呀或者出活动我会涂很多的素颜霜，我感觉出这个角色完全都不用涂素颜霜了，因为全部给遮严实了，手上要戴个手袖。然后也是个长裤子，就露一点点肚子和脖子，笑死！我都不敢想到时候出去拍会有多么的热。噔噔噔，而且还要跳舞。我准备到时候带个小风扇去，太热了，一想想就觉得好热。谢谢杀手丸的大啤酒，谢谢三哥的大啤酒，谢谢三哥大啤酒，欢迎很少评论。哒哒哒哒哒哒欢迎皮卡超。哒哒哒哒哒哒哒噔噔噔，你干什么？拿一个鸭肉干，谢谢皮卡超的点亮和灯牌，谢谢皮卡超加入我们草莓团，谢谢皮卡超。等等的，给他们喂一个肉干，免得他们一直叫，烦死了。哒哒哒哒哒。我们可以点点赞哦，可以点点赞哦。欢迎伊人。哒哒哒。欢迎蹦蹦跳跳，晚上好呀，蹦蹦跳跳。我们明天不播哟，终于要休息了，我都快要奖励自己了，最近太勤快了，有点儿。当当当当当当，明天要去排练，也不知道会排练到几点，但是应该不会太晚吧？猜一下，盲猜一下。哼哼哼哼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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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看看我的搭子，哎呦，噔噔，忙是好事，最近还好，就是拍摄有点多。谢谢杀手丸的点赞，欢迎美式的，应该还好。因为我们拍摄是晚上拍，但是我觉得应该会很热，因为我的那个角色很热，主要是穿太多了，穿太厚了，所以说会很热。对的，欢迎洛秋，到时候带个小风扇去。噔噔噔噔噔噔，而且我还要修假发，我感觉我看我是今天晚上修还是
还是明天修，然后还找个空时间去把假发修了，因为那个假发还是目前还说是半毛坯的状态。记得带充电宝，充电宝是肯定会带的，每次出门都会带充电宝的，还是半毛坯的状态。对的，欢迎晴雨。10点之前，什么10点之前？刚刚沙生文在说什么10点之前？成都晚上现在还好，等下个月晚上就很热了。对，是的，但是其实现在晚上也。你说它凉快吧，也凉快，但是说热吧也挺热，而且主要是我们那块跳舞感觉就很热，而且我的那个衣服是长袖长裤，感觉又要就是你想想就在室外，你还穿个长袖长裤跳舞，肯定会很热，长袖长裤还要戴个帽子，我真的没招了，长袖长裤还要戴个帽子，那确实感觉很热了。10点之前拍完收工不可能，一般这种拍摄能祈祷12点收工都不错了，因为这种拍摄一般都可能会等到天黑之后才拍，等到天黑之后就是等到天黑之后打灯拍，然后成都现在基本上8点才天黑，8点之后才天黑，然后8点之后天黑了之后再布个灯，然后再断断续续的拍，然后再休息，在这儿那的，肯定看能不能12点结束，应该我觉得差不多能够在12点结束，我觉得应该会在12点结束。对呀，成都差不多7点半之后才天黑，7点半那个时候都是属于是那种蓝调时刻，就是没有完全黑的状态，就是有点蓝蓝的。所以说我们可能要等到8点之后才开始录，然后再花个半个小时布灯，然后大家再收拾一下，弄装备，然后再练舞。可能真的就是快的话，8点半能不能开拍？但是拍的话，就如果拍的顺利的话，可能会在12点之前结束。如果拍的不就是中途可能会，比如说什么各种耽误的话，或者是休息的比较长的话，就可能会在12点之后结束。因为我觉得我印象中每次拍夜景基本上都是12点左右结束。最晚的时候，我记得我印象中最晚拍夜景，最晚一次收工是凌晨4点钟还是凌晨3点钟，反正特别晚就是很早之前的时候拍夜景，因为当时可能人多，然后那个舞的分镜比较多。欢迎灰大郎，算好的结果了。对呀，所以说12点结束算好的结果了。到时候看吧，如果我这个 cos 出的还可以的话，我就到时候可以拍的时候给大家直播。要是大家都想睡觉了，才拼命赶进度，因为我感觉大家都是夜猫子，大家都不会就晚上的时候大家都不会很困的。欢迎大鲨鱼。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大家都是属于是全职做这个的，就大不了第二天可以睡懒觉，所以说就还好。而且很多时候就是拍这种东西不是看个人，是看大家一起。成都几乎都是夜猫子，对呀，就是说嘛，就是得看大家一起，就是大家一起推进度，就你靠一个人是推不了进度的。而且有些时候任务量重，确实会拍很久。就是以前的时候拍的最晚的一次了，这样后来就是还好了，后面基本上就是最晚的时候可能就1点多了，最晚的时候就可能1、2点了，就没有到3、4点过了。那一次是最晚的时候了，不戴眼镜会不会更漂亮？我觉得都还好，都好看，就是这么的爱自夸。半夜1、2点还会有人在外面玩，对呀，现在是啊，你去什么九眼桥这种地方，半夜1、2点那人是最多的时候，好吗？半夜12点的时候是人最多的时候，10点到12点，然后1、2点人也很多。是的，没错 ，Nicole， 这个眼镜是装饰，是个眼镜框，它是个装饰品。其实长沙也是个夜城，因为长沙
白天太热了，所以说晚上的时候特别热闹，人多得很。欢迎空空。怎么样都漂亮是吧？我们那个可以点点关注吗？你有关注吗？可以点点关注喽，可以点点关注哟。欢迎2282481，欢迎大雨天，欢迎金贵，晚上好，金贵。谢谢勇的关注，谢谢宝宝，欢迎潘达。过15年前才是上海的样子，谢谢Nico的关注，谢谢宝宝。我觉得现在成都其实蛮好的，对我来说，现在他的状态各种方面还是蛮好的。上海的话，上海物价太高了，不太适合成都。哇塞！谢谢我们土耳其加入我们粉丝团，谢谢宝宝加入我们粉丝团，谢谢 Evan 的小星星，谢谢土耳其加入我们粉丝团，我们可以点点关注哦，喜欢的宝宝可以点点关注，加粉丝团哦，谢谢大家，欢迎云柚子，欢迎情调老师，晚上好呀，情调老师。没办法，还是想念，熟悉的感觉。那你是不熟悉上海旅游的物价高哦，便宜？我不知道啊，反正我是觉得上海物价挺高的，大城市物价都高，北京物价也高。所以说我觉得成都还不错，目前来说对我来说的话，各种的话还是蛮好的，想要的东西都能有，就是想要的东西都能买到，除了迪士尼成都没有，呵呵，其他的都有，我觉得就还好。的依靠。上海旅游地大使馆附近物价看着，为什么要去大使馆附近买东西？去便宜的地方买东西，不要去景区买东西。我感觉就是各种地方都很贵，就是景区，不管哪里的景区都贵。矿泉水明明2块钱一瓶，景区都卖你6块。你还不得不买的那种，就渴了还不得不买。大陆其实成都，对呀，是吗？对呀，Nico 是哪里的呀？我看你发的繁体是不是台湾宝宝？是不是台湾小宝宝？欢迎不用看了。感觉反正我觉得。我之前我上大学的时候，也有人问我，就很多，就是我上大学不是在隔壁播的时候，就很多是香港哦，原来是香港宝宝哦，欢迎你哦。然后那个时候他们就会问我，就说你以后毕了业会不会去外地发展？我说我不要。呵呵，包括现在也是，我觉得我就想在本地，因为我觉得去了外地你就是孤苦伶仃一个人，就是属于是什么呢？就属于是你在那边又没有熟悉的朋友什么什么的，就是而且离家又很远，我还是有点恋家的，所以说我还是就觉得成都比较好。我都不准备以后去外地，除非外地有个非常很好的工作。我就会去，不然的话我应该也不会去外地的。相当于对呀，又重新开始了。就是你在外地，你甚至难过了，你想回家都感觉好远，你还得花很多钱回家。然后你如果在那边没有一个很好的朋友，你连个一起玩的人都没有，连个就是能够聊聊天谈心的人都没有，我觉得太压抑了，属实是有点。刚下载抖音，真假的？就刷到第一个，我是第一个主播吗？这么有缘分，哇塞，这么有缘分哦！第一个主播就刷到我了，
太有缘分了吧，那口。那感觉体会过是吧，三哥？所以说我不太喜欢这种感觉，所以说我就还是不太愿意去外地发展，就是包括成都，就包括四川的其他城市，我都觉得还是在离家近一点的地方好，就离自己爸妈近。遇到什么难的事情或者是什么就回家充电，跟家里人待2天就好了。欢迎5982。所以说这为什么就像是很多人就是老是会觉得自己的家乡吃的好吃，各种都好，就是一种滤镜，就是会觉得自己的家是最好的。欢迎回眸一笑。不过现在感觉越来越想出去了。其实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吧，就比如说有些人他就觉得需要去大城市闯一闯，闯出自己的一片天，是这种，但我就觉得还好。噔噔，习惯就好，没有家乡，就我是没有家乡感的，反正我就是会有，我还是会有的。谢谢艾文的点赞。噔噔噔。而且吃的就是比如说像吃的方面也是，像我们四川胃口，就去其他地方就总觉得会差点什么。欢迎大橘的猫，谢谢沙生文点赞。我像之前我上大学去北方上，我觉得那边吃的我花了好长时间才适应那边的吃的。我刚开始去我觉得没什么好吃的，就完全不太适应那边的饮食，就花了一段时间才适应那边的饮食的，就和父母分开了，在外面。真假的？哇塞，那你很独立了，这么小就和父母分开了，那你很独立了，算是。一般就是很早就自己一个人的都比较很独立，都很独立。对，北方那边偏甜口，我记得我当时我都说过，就端午之前我都说过，记得我当时在北方那边想吃粽子，我想吃一口咸粽子，我的天哪，我跑遍了那边所有的能买粽子的地方都没有咸粽子，后来在一个蛋糕店里面，就是那种烘焙店里面找到了咸粽子，就肉粽子，然后它要15块钱一个，但是我就想吃，就只能被坑，因为你想吃咸粽子又没有，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天价，直接谁家粽子15块钱一个，这么贵。所以说真的就没办法，你想吃咸口的，你就只能花更高的价格，只能任人宰割，就是只能被坑，没办法。传承属于爱川菜，那确实是四川胃口，就喜欢吃点咸辣口啊，好贵。对呀，那没办法呀，你想吃啊，因为那边全是蜜枣粽。当时学校发的那个当时学校会免费发那个粽子，就是我们学校当时是会免费，就是比如说中秋节会免费，食堂会免费发月饼，然后端午节会免费发那个粽子，但是全都是甜的。月饼的话甜的我觉得还好，但是粽子甜的我就不太喜欢，它是蜜枣粽，全是蜜枣粽，不好吃。又来了，你真是服了你了，什么曹操姐姐？北方人对肉粽和蛋黄肉粽感觉是颠覆，我觉得很好吃啊！我今年端午都吃的是蛋黄肉粽，我今年吃了肉粽，也吃了蛋黄肉粽，我觉得挺好吃的，我觉得蛋黄挺好吃啊，蛋黄肉粽多好吃啊，那个蛋黄。我现在基本上不会吃甜粽子，我觉得甜粽子不好吃，就是在四川这边哈，我不会主动买甜粽子，对呀，就是全是甜的，那没招啊，只能吃了，就只有甜的，你只能吃甜的。你要想吃其他口味的，你只能被烧了，只能被坑了，没办法了。所以说我觉得这也是不好的地方，就是你出去全得靠适应，你要适应很长一段时间，你才能适应那边的饮食。
长三角也吃肉粽哦，那也挺好的，反正我觉得挺好吃的。欢迎张宇，想吃咸的很容易啊，不是想吃咸的，是想吃口味咸的，不是说想吃咸的。咸的你的意思是想吃咸的直接加盐吗？笑死，可以撒盐，那能一样吗？我请问，你吃甜粽子在上面撒盐的能一样吗？你吃吗？我给你做，你吃。我下次弄一个那种白粽子，别人都是白粽子蘸糖，你是白粽子蘸盐，看你能不能吃。欢迎不你不能。当黑暗料理啊，就是说嘛，这谁能吃？齁死了！吃完一个粽子喝1斤水，晚上。我们可以点点赞哦，可以点点赞哦。我们可以点点赞哦，谢谢三哥点赞。你管我就喜欢说粽子，我就喜欢四川人，你不知道平翘舌不分吗？能听懂就好了，我又不是播音主持的，我又不是在给你们念广播，我要说那么准确干啥？我没有用四川话给你们说就不错了，好吗？好吗？那道光，下次我直接用四川话给你们交流，我直接说四川话，关键你们听不听得懂？四川人就平翘不分啊！我比四川人就平翘不分了。四川话怎么说？四川话就说粽子，我要吃粽子，我要吃粽子，它是粽子，它就会更平一点，好吗？吃完睡觉还梦得到喝水，就是到时候吃太咸了，做梦都在喝水。糯米脂肪很高，受不了。对呀，糯米本来就是主食。我觉得不能吃太多，吃太多会腻的。四川话好，对啊，我觉得四川话确实好懂。我感觉，就算我用四川话跟你们讲话，你们应该也能听懂吧？反正四川话是我觉得很好懂的，我觉得很不好懂的是。那个广东那边说话听不懂，粤语真听不懂，咕噜咕噜的。然后还有那些什么客家话呀，什么这也听不懂，还有那些其他的，反正听不懂。我感觉大部分的方言还是很好听懂的。对呀，四川话还是听得懂的啊。咱们已经，我的普通话已经算是比较标准的了。相比于其他些，就是日常生活中，因为我日常生活中用普通话用的很多，相比于其他，就是日常生活中全是用四川话说话的，他们说普通话就川普啊，更难听。我说的，我就是平翘，我会平翘舌不分，那有时候确实是，大家能听懂就好了。当当，学的啊。四川学了播音主持，真假的？出去半年回来会说一点四川话了。其实四川话很好学的，我觉得哪个地方主食碳水低呢？哪个地方主食碳水都不低吧？我感觉你吃那个糙米饭它是主食会低一点点。欢迎清风一，闽南话、粤语，对啊，真听不懂。我之前去香港那边。就他们说话也听不懂，然后去广州那边他们说话也听不懂，然后贵州那边他们说话有时候也听不懂，就贵州他们说客家话的时候听不懂，但其实贵州话云贵川这边就是普通的方言都能听得懂。云贵川这边还是差不多很像，其实云南话也是，我觉得云南话也是云南话有点怪怪的。然后河南话也听懂一半吧，我觉得。河南话其实也能听懂，算是。
云南和贵州，云南看情况，就云南他们如果不说那种很难懂的方言，其实也能听懂的。但是他们说话口音会觉得很奇怪，但是也能听懂，大部分能听懂。就是说，欢迎神秘人202，面食比米饭类的碳水低点，我感觉还好，我感觉都挺高的，我感觉哈，我感觉面食和米饭差不多，我感觉哈，我感觉这是这边最好说的，真的吗？我感觉香港话和广东话是不是一样的？反正我觉得很像。他们很多时候他们都会说广东话，就是那边。欢迎1709，我会说粤语。江西有1-2个城市方言也听不懂，反正就是那种方言就听不懂，就是那种完全脱离了普通话标准的方言。就比如说像我说四川话。它至少只是那种声调不一样，或者是平翘舌不一样，或声调不一样，但是至少它跟普通话还是有点沾边的，就是它跟普通话还是很沾边的，就至少能够听得懂。至少上海话也听不懂，我发现上海话弄，完全听不懂，上海话也听不懂，完全听不懂，很像呢，是不是？能听出来一些不一样，一听哦，就是可能就是类似于像你知道成都四川话也分北方和南方，就四川北方的方言虽然都是四川话，但是北方和南方、东方和西方他们的口音也不一样的，就是属于是这样的，就是能听口音，就包括成都的是，你如果比如出在成都北边的。你一听住在成都北边的，他们就会翘舌很比较严重。就比如说成都本地人，他说吃饭会说吃饭，他就是平舌。但是如果是成都北方的，他就说是吃饭，就是翘舌吃饭。我感觉我都不太会说了，我这样子，他就是会翘舌。就是也能听懂，我感觉可能和香港和广州那边说的话差不多吧，就你还是能听懂它是哪儿的，但是其实大概感觉差不多，就属于是这种。苏南和苏北，对呀，那我不知道。其实成都就四川，北方和南方其实大差不差，只是说方言上有一点点口音的区别，就是有口音的问题。欢迎健康是福。苏州、上海、常州话也都不一样，对，好像苏州话，苏州话是不是和上海话很像啊？我发现，但是对我来说听不懂，真假的？欢迎晚不熬夜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对，就是方言，是不是？就是口音的问题。高中舍友安徽的和加一点话听不懂，对呀，就是那种，我感觉都是苏州，他是翘什么？苏州，完了，真不分了，哪儿一样的？我就觉得就是那一带都差不多，我感觉那一带差不多，就像是云贵川都差不多，然后上海、江苏那一带感觉也差不多，它可能就是一个区域的。口音可能是口音不一样吧。香港片区之间好像没有什么方言区别，因为香港没有特别大嘛。如果稍微大一点的话，可能如果大一点的话，隔得比较远的话，可能就会有口音区别。就像是成都就像四川的话，就是东南西北说的口音都不一样。苏州话和上海话都有一部分，对啊，就是调调相似嘛，其实都大差不差。我觉得这些话其实都大差不差的。欢迎半粒糖，我也听不懂。反正我都听不懂，只要是各地的方言脱离了普通话，我都听不懂，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，这个就完全就在空耳听，凭感觉在猜他在说什么。我们可以点点赞哦，好歹我上大学的时候也考过普通话。
虽然说我的普通话没有考什么什么一什么二甲什么，哎一甲，哎我都忘了我考的是什么了。欢迎小白，当当当当当，我都忘记我考的是啥了，太早了。上海市区的本地人基本不会说正宗的，真的吗？为什么本地人还不会说正宗的这个方言啊？听懂四川话就行了。其实四川话真的很好听懂，我觉得四川话相比于其他的方言来说好懂多了，就好听懂多了。就因为我觉得四川话它至少是就是根据在普通话的标准上，就是声调啊这些不一样，那还是能听得懂的。它不像完全脱离了普通话的轨迹，所以说我觉得还是蛮好听懂的。新疆话也听不懂，咕噜咕噜咕噜的；藏语也听不懂，咕噜咕噜的。对呀，所以我觉得挺好听懂的。欢迎帅气小哥。我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，我们班有一个藏族女孩，然后她跟她弟弟聊天，完全听不懂，就呱呱呱的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我觉得他们都好厉害哦！你说这些，就是他们掌握的语言都很多，就是又会他们本地的语言，而且他们本地的语言还是脱离了普通话这个体系的，而且又会说普通话，就感觉像是会几种语言的感觉，真好。上面哦，普通话，你的四川话也能听，其实四川很好听懂的。要我说四川话的话，你们肯定都能听懂。如果我真的说四川话，你们肯定都能听懂的，毫无压力，引进外企。哦，难怪，原来如此。我要直播说四川话，你们肯定都能听懂的，因为我觉得四川话真的很好懂的。但是如果四川话说快了就不一定了，你们要去听那些娘娘，就是那些成都本地娘娘骂人，你们听他骂人就不一定能听懂了，你们听他骂人又骂的又快，又是方言，就很难听懂。你们听着就肯定很像外语在说英语。娘娘是什么？娘娘是什么？娘娘就是阿姨的意思。成都娘娘就是成都阿姨，就是那些像是50、60岁的阿姨，我们就叫娘娘，用四川话来说就是娘娘。偏僻城市，外地人也不太听得懂，不知道。欢迎灵珠，欢迎小灵珠，晚上好，小灵珠。对呀，娘娘，我是说娘娘就是阿姨，对哟。这么啊？你觉得娘娘很萌吗？娘娘很萌吗？一般我们就如果比如说你看到一些阿姨就会叫她就会叫娘娘，然后叔叔的话就直接叫叔叔的话就是叔叔，娘娘和叔叔就是叔叔，你知道吧？虽然知道在骂人，但听不懂，但听不懂什么意思。有时候对啊，就是啊，他骂得很快，就听不懂，而且掺杂的方言会很多。谢谢灵珠的闪耀，谢谢灵珠的闪耀。对啊，幺妹儿，成都幺妹儿，他们还会比如说召唤吃饭，说帅哥美女，他们很喜欢叫人帅哥美女，就是那些就是比如说吃那种饭，比如餐厅，那些餐厅，然后他们要招揽客人的时候，他们就会叫帅哥美女。谢谢灵珠的10个闪耀，谢谢灵珠，欢迎小影，讲娘娘，我不是娘娘，我是幺妹儿，我现在还不是娘娘，我是幺妹儿。欢迎8372。我念了下没这么可爱。7月底跟小峰一起来玩，去哪儿玩？7月底跟小峰去哪儿玩？7月底好像小峰要去天津，是不是？但我应该不会去。你们谁给我包我就去，不然的话我要自费，太贵了，没有 money， 所以说我不会去。魔法披风，对呀，还有魔法披风。他去天津唐山，没有秘密，所以去不了。谢谢们的点赞。像这种你们也听不到，比如说我说魔法披风，你在这魔法披风，
你们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，就是如果听不懂四川话的话。来，我去过香港2次了。我去过香港2次了，我前段时间才从香港，我这个月初我才去了香港。欢迎霹雳活出太乙真人，厉厉害，我觉得影子你很适合太乙真人，你是不是之前出过太乙真人？我印象中。你要来吗？我不来。你们谁给我包鸡酒我就来，你们谁给我包机票我就来。等等，没有咪咪，你没有看见我最近很勤奋吗？我最近太勤奋了，我已经连续播1周了，我感觉我都没有休息。对呀，我记得你好像出过那个太乙真人。欢迎花落，晚上好呀花落，谢谢花落的闪耀星河，跟英姐合过影，对我就记得，真的来摸。对呀，我之前我去过2次，第一次去是2年前还是3年前，但是我觉得香港这个地方对于内陆人来说的话，就比如说你内陆人就习惯了内陆人的生活方式的话，香港这个地方我觉得有点压抑，就是大家可能我感觉怎么说呢，就会感觉压力很大还是什么，不好说，就感觉会有点压力在，有点压抑在。欢迎王木木，如果你是本地人的话，我感觉应该不会有这种感觉。对，节奏比较快，就大家都是各忙各的，就是这种地铁也不会就是那种，感觉大家都很就是怎么说呢，工作压力很大的感觉，就是而且那边物价也高。欢迎米卡，我觉得那边可能就对于成都人来说的话，因为成都是慢节奏嘛，慢节奏就可能那边有点太压抑了。所以说我觉得吧，那个地方可以去旅游，但是那边生存压力太大了，不适合，除非你那边有个很好的工作，不然的话不适合在那边上班。欢迎小六子，太快了，但是可能你也是因为那个地方发达吧。脖子咋了？脖子刚刚挠了一下就红了，遮住。上回250斤太乙，这回210斤，我去，影子，你减肥减了40斤啊，厉害了我的哥。最近勤奋不是在补5月的考勤吗？还好吧，我最近勤奋那也是因为什么？那也是因为那个谁，那个谁，花落不是想他让我这个月勤奋一点吗？我多么的守信用啊！厉害了，影子很厉害哦！我也要减肥了，夏天到了，我也要减肥。脖子咋了？我刚刚挠了一下就红了，抠了一下就红了，太敏感了，皮肤还是有点儿。主要是香港是自贸特区的优势，我也要减肥。上次我跟另一个妹妹去演出嘛，就是周六的时候，那个妹妹她都瘦了4斤，我感觉我周围的人都在瘦，不行，我真的要减肥了，我很瘦，不行，我觉得我长胖了，我有点还是有点长胖了一点点，还要减肥吗？虽然是比之前瘦了，但还是要减肥一下，还要瘦一点更好嘛。然后和新加坡很接近，我觉得有点儿，香港还是有点太节奏太快了，毕竟是发达地区，还是要减肥，越来越多，可能旅游的人也多吧，永远从明天开始，我也不用从明天开始。等我那个生理期结束，我就开始运动，我去游泳运动了，2个多月瘦了20斤，你咋瘦的这么厉害？现在210多，我真的要瘦了，我要争取这个暑假，这个暑假瘦个5斤，就是目前来说，就在现在的基础上瘦5斤，也不要太多，就瘦5斤就好了。
越来越多国人来选择来香港工作。对呀，因为香港的待遇好啊，香港的洗碗工都能月入15000呢。但是你想想，在内陆的话，一个洗碗工最多3000块，好吗？3到5千块就是多的了。但是香港一个游泳教练能拿到2万多的工资，你在内陆根本就拿不到，好吗？所以说，就是为什么来香港，很多人可能是就像我刚刚说的，就是他们觉得想去大城市拼一把，然后就比如说去大城市奋斗个2-3年，奋斗个5-6年，然后就回家，就挣一笔钱，然后回家。所以说还是会选择去大城市拼搏一下嘛。瘦5斤很难，也还好，不难。我如果稍微控制一下饮食加运动，我很快能瘦4斤的。我也是跟峰姐对赌，那你也挺厉害的。物价高，地方都对，香港确实物价很高了，确实很高了。像你在成都，3000块钱能租一个1套2的房子，就是差不多大概能有80平的房子，但是3000块你在香港只能租一个大概20平的房子，就只能住一个小单间儿。人民币3亿还租不到。我上次看了一个 vlog， 然后他们就说，不同的价格在香港能住什么样的房子。我看差不多3000块能在那边住差不多10平的房子，10到15平吧，就一个很小的房子。那个房子就只能放一个床，就连行李箱都展不开的那种，就很小，非常很小，就只能休息。3000真租不到，好吧，那还租不到你就说吧，那边确实也生存压力也很大。欢迎白白，220斤，我说太轻松了，我说210，那你赢了有没有什么奖励？影子，我们点亮一下灯牌嘛，我看你灯牌都灭了，你要不点亮一下灯牌？欢迎小年时，当当当当。那种房子很差，几乎住不了。我上次看了，就是他们就是很小，非常小，就小到就真的就人在里面就只能睡觉，啥也干不了，就反正很小。然后如果你要住一个像模像样的房子，就得上万块，反正就很贵。就那边真的就很贵，但是确实也挣得多嘛，你可以稍微节约一点。睡桥洞好像也节约不了啊，你一个月感觉在那边生存都得花好多钱了。你就算你挣的很高的工资，但是你在那边生存都得花很多钱。灰色多的特别好，哪有影子？我要特别的牌子，这个灰色的牌子一点都不特别好吗？点亮一下啊！哦对哦，就是可以在香港挣钱，深圳花。反正深圳到香港也就感觉半个多小时吧，坐那个高铁。欢迎喵喵宝，欢迎22205，来回很方便。对，但是其实我觉得深圳的物价也不便宜，但相比于香港来说还是便宜很多。你在香港吃一碗面到90块，我在大陆可以吃好几天的面了。好贵哦！我上次跟我朋友去那边吃那个，就是那边的那个面条，我就忘了叫什么，还有那个金钱肚的那种，就那个面条，就说是当地特色，然后吃了一下，就吃碗面，然后点了一份牛腩加一份金钱肚，2碗面，花了400块，太贵了，有点高，受不了，有点贵，真的。只能去玩一下，够了。谢谢影子的点亮和灯牌，就这样才对嘛，亮亮的多好看呀，亮亮的多好看。去过一次厦门很热，一样的房子下来，但是可以，对呀，多活1个月，太贵了，就是我也觉得，所以说那边生存压力也很大。吃了姜母鸭，还有沙茶面我觉得不好吃，我也吃了沙茶面。厦门我还专门去吃了沙茶面，但我觉得不好吃，可能不符合我四川人的口味吧。姜母鸭没吃过，因为我不喜欢吃姜，所以说没有直接看到里面有姜这个名字我就没点。但沙茶面我觉得一般般，
不太符合成都人的口味，我还是喜欢吃辣的。红烧牛肉面，欢迎熊猫。没有酱味，那下次有机会去试一下。反正我没有吃，我只吃了沙茶面，我觉得一般般。对，偏甜，而且我还加了而且它里面还有猪肝儿，我不喜欢吃猪肝儿，还有猪肝儿还有海鲜，我觉得猪肝儿太腥了。吃完山西的面，其他都也，这山西的面挺好吃，西安的面也好吃，西安的 biang biang 面很好吃，西安的 biang biang 面真的很好吃，然后山西的面也还不错。吃不惯，反正我也吃不惯，我反正不觉得还好，我喜欢吃辣的。南方口味比较就是川渝口味比较合适我的。我们今天要出去玩吗？今天要不要出去玩一下？都没人找我玩，今天怎么都没有找。来沈阳吃老母鸡汤面，感觉应该挺好吃哦。老母鸡汤面听起来就很好吃。欢迎夫子。今天怎么大家都不来找我玩呢？说的吃的我都饿了，谁能懂？四川4大菜系，粤菜真吃不，我觉得粤菜我还是能吃的，我只是不能经常吃。我觉得粤菜是蛮好吃的，就比如说它的那个什么虾饺，那个什么虾皇饺之类的，我觉得还是蛮好吃。关注列表只有我没有吧？反正我看那个还在，龙姐今天也在，还是蛮多人都在的。减肥不能吃夜宵哦。好吧，虽然也是不用去沈阳，康师傅就老母鸡汤面，康师傅直接泡面是不是？直接吃泡面了是不是？欢迎985。川菜有不辣的推荐吗？川菜不辣的推荐，宫保鸡丁很好吃，然后梅干菜扣肉也挺好吃的，然后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想不出来了？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很多不辣的菜，还有很多素菜也不辣的。其实有很多不辣的菜的，川菜其实蛮多不辣的菜的。鲁菜没吃过。沈阳吃铁锅炖也挺好吃。铁锅炖我之前在成都，我冬天的时候我觉得适合吃铁锅炖。送甜品，川菜送甜品，我笑死。欢迎洋洋气球，上来下来给吃好了。我觉得铁锅炖还蛮好吃，但是我没有吃过东北的铁锅炖，我吃过成都的铁锅炖，还可以。就是我觉得他们铁锅炖炖的鸭子，就炖的大鹅，当时炖的大鹅，我觉得有点柴，那个肉有点柴，有点咬不动。老年人牙口有点咬不动，就是它太柴了，我不喜欢吃太柴的肉，我喜欢吃嫩一点的肉。其他挺好吃的，它炖的那个土豆和莴笋还有粉条挺好吃的，就是肉太不炖大鹅，那炖啥？我当时点的是炖的鸡还是炖的鸭还是炖的大鹅，还有排骨呢，就吃的排骨，那个肉太柴了，没吃2口。的排骨，对呀，我上次我也有排骨，我们是大鹅加排骨双拼的。鲁菜好吃，我没吃过鲁菜，不知道鲁菜好不好吃。欢迎月儿，谢谢杀手丸点菜，真吃不惯，我觉得粤菜还好。谢谢达的点赞，所以说你们那边做的不好。哎呀，你想想肯定不正宗嘛。他虽然这边会打的招牌说什么东北铁锅炖啥的，那肯定不是正宗的嘛。就像是你想去北方吃一个火锅，你就会发现这啥呀，这根本就不是火锅好吗？所以说这真的就是很正常啦。感谢点菜，我这可是一点都不柴好吧。最喜欢的就是广东菜了，我觉得广东菜是可以的，我觉得我不是特别讨厌广东菜。欢迎风行的，而且我觉得那边的那个口水鸡也蛮好吃的，广东菜里面的甜辣口的口水鸡。
欢迎风心，我们可以点点赞哦。欢迎川川，我们这边也叫火锅，对呀，那就是说呀，像北京的火锅和这边川渝的火锅也不一样嘛。口水鸡是广东菜，椰子鸡我不知道啊，反正我在广东那边吃了一个口水鸡，蛮好吃的，那白切鸡啊口水鸡我忘记了，反正就是这个鸡肉上面淋有那种辣椒的酱汁，那个辣椒还挺好吃的，那种甜辣口，那叫涮湖南菜底。有没有吃过湖南菜？但是湖南菜是不是很辣呀？我觉得湖南菜，我觉得贵州湖南真的很辣，我觉得湖南人很能吃辣。我之前认识一个老师，他加小米辣跟加葱一样，加了半勺小米辣，我就加了小半碗小米辣。我觉得哇塞，我一个四川人我都不敢加那么多小米辣。口水鸡是川菜，好吧？那我在那边吃了一个广东味的口水鸡，我觉得还挺好吃的，哈哈。辣，我觉得湖南啊不辣吗？我觉得湖南人很能吃辣耶，我发现。铜锅涮肉，对呀，所以说我说嘛。你去哪儿？你去北方吃火锅，它虽然叫火锅，但肯定跟南方的火锅不一样嘛。煮火锅，江西菜最辣哦，盘子一半都是辣椒，就是在辣椒里面找肉吃，是不是？我觉得那种最好吃了，我觉得那种最好吃了，看起来就很美味。在长沙实习的时候，最能吃辣的时候，我觉得，反正我觉得还挺，我还没有，我之前去湖南的时候，我是吃了小龙虾，去长沙的时候，然后没有吃那边，感觉也没有吃正宗的什么湖南菜。哒哒哒哒哒，那可能就是白切鸡，那可能是我记错了，我都晓得是川菜，那可能是白切鸡，那白切鸡是广东菜是不是？哒哒哒哒哒哒，反正都是鸡嘛，反正做法也差不多，我感觉都是拌的，凉拌的。上海菜白斩鸡是白切鸡吧，不是白斩鸡哦。我猜的哈，我也不知道，瞎乱说。我觉得那个广东菜不是有一个白切鸡吗？是不是哦？我搜一下呢。哎呀，但是我搜不了，因为我的哦可以搜，我小红书上搜一下。切和斩有什么区别？那可能不一样嘛。我说广东菜白切鸡，看能不能搜到哈。欢迎小灵珠。哎，我看看有没有白切鸡哈。好像有哦。你看啊，这样的。白切是有血丝的，死去的记忆在持续攻击我，为什么？因为影子想吃东西了，是不是？口水鸡红油最好，对，口水鸡红油最好吃。欢迎徐冲义。哦，对，广东菜就是有白切鸡，我就说，印象中好像是有。粤菜里面就是有白切鸡，好像。我看到血丝都不敢吃，我都敢吃生的，虽然说吃生的容易穿，哈哈。哒哒哒哒哒哒。弹幕有点卡，我说，哦，昨天收拾单位的衣柜，哦，好吧，哦。收拾单位的衣柜，收出什么东西了？死去的记忆在攻击你。噔噔噔，欢迎说明书。各种周边，好吧。有血才正宗。反正我觉得内容应该很嫩，很嫩。欢迎小七。你的元宝的小风的小粉的，
那确实是哈，满满的记忆在攻击你了，好久都没弄周边了都，我现在我连拍立得都没搞了，因为我感觉现在估计没人想买我拍立得，所以我都没挂拍立得的。欢迎小琪，欢迎林东。如果我挂拍立得会有人买吗？弱弱的问一句，如果没人买的话就不挂了。上海现在都不允许饭店做生腌，我之前想要去洗澡了，好多，拜拜小琪，我之前在杭州吃了一个生腌，给我穿死了，笑死我了，吃了一个生腌蟹，很好吃，嘴巴舒适了。我喜欢白嫖，怎么会这样呢？花落，怎么会这样呢？大家都白嫖，那这样怎么办啊？呀？所以我现在我很久没有上拍立得了，我很久都没有卖拍立得了，因为我觉得应该没人买了，大家都不爱我了，所以说我就不卖了。山星跟黄真记，谢谢每天开心的点亮。兔千里河，什么兔千里河？谢谢每天开心的灯牌。科技鱼很火，全是本地人都不吃，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好吃的。杭州，就是那种连锁店，哪儿都开的，还是蛮好吃的。其实卖什么你可以卖什么，这是什么渠道可以买？什么你的这个什么？这是啥？怎么看不懂？你的什么来什么渠道可以？就是你是说拍立得吗？你是说拍立得吗？我喜欢把这样开回家，拍一本拍立得。拍立得，拍立得的话是那个叫什么？那个微店 VD。这边就是说，我就说这是什么东西，看不懂啊。谢谢夏星的点亮和灯牌，原来你们那边叫这个意思哦。谢谢夏星的188个人气票，谢谢夏星。连锁店，对啊，就是连锁啊，哪里连锁都是最好吃的。我都不知道 VD 什么 ，VD 就是微店。我只能说这一次，我怕到时候说多了，他会给我提示。谢谢鱼子酱的灯牌，我们可以续灯牌喽！可以续灯牌喽！提升什么 ？Hello， 乖乖，晚上好呀，乖乖！谢谢花落的闪耀星河。海底捞好吃不？好吃啊，我很喜欢吃海底捞。你还别说，提示就是它，因为我最好是不要在这个平台上提别的平台，所以说我怕我说微店说多了，他会给我提示啥的。晚上好呀，乖乖。为什么要送一个猪八戒的帽子？我最喜欢那个猫耳朵很好看，你知道吗？那个粉色的猫耳是最好看的。谢谢白白的灯牌，谢谢哲哲的灯牌。睡觉了，拜拜。花落，我今天不播哟。我跟你说，花落，我今天不播哟。我们接一个 ，Hello， 宝宝。然后再拉一个。你最好多待会儿。我要拉一个，拉一个要打手声的人，不然的话你就那个什么，我今天要排练。我们再拉一个什么谁有？再拉一个，看会不会接。再拉。老子你能不能拿一个有分的人？Hello， 哎，我拉了一个。Hello， 有没有人要打手声不？没有。这个夹心饼干好眼熟呀，小姐姐，你啥时候换号的呀？咋了？怎么不说话呀？我不都换了好久吗？主页有艾特吗？哎，这个是小丽呀，酱酱，你认出来了没？我说这个声音怎么这么耳熟？你认出来了没？认出来了。
听声音认出来了，我刚一刚般很少点开你主页看你那个，我以为你单纯的好久没播了，我好久都没看到你了呀。这把手声。那我们要啥呀？没有人要打手声吗？我接力卡要过期了。没人，我不知道。那就是假的。今天酱姐主动拉我，就是有。酱姐，你看我博3了。不是主动拉的，他们拉我，我就缺人，我就拉你了。酱姐，你看我博3了。你不用跟我说。那我们1、2、3、4吧。好了，那1、2、3、4了，好。你一会儿见。另外，怎么了？我这样直接使用。什么意思？全员铂金啊，就欺负我一个青铜，什么意思？啊，这个猫猫真的很乖哦，深夜乖乖的这个猫儿就可惜了，我又这样看不见。谢谢乖乖的甜蜜猫儿，我们手送翻倍哦，手送翻倍哦，手送翻倍哦。我要这样才看得见我的发饰了，不然都看不见。谢谢恋哥的灯牌，谢谢艾文的闪耀，谢谢请教老师的灯牌，谢谢乖乖的兔耳朵，谢谢乖乖，谢谢乖乖。什么意思？他们一群铂金欺负我一个青铜吗？他们一群铂金，可恶的人，可恶！我一点开全是铂金，回来。小七刚刚他说他去洗澡了，不知道他干啥去了，是不是他现在还应该还没回来吧？欢迎356，可恶的人啊，真的是龙姐现在就可喜欢跟我炫耀了，她现在铂金了。噔噔噔噔噔噔，只要我们保住第2名就不会输了，我们保住第2名就不会输了。那就挂着吧。哎，这么快就回来了，小七。刚刚秦老师还艾特你，你就回来了，蛮快的，就是说，蛮快的哦。欢迎勤俭的9只，你还蛮快的，一说就回来了。七总裁这个表现棒棒的，谢谢秦教老师的人气票。我洗澡呢。我就说，刚刚小七不是说他去洗澡了吗？笑死我了！我们差一个人，我们就有1.5倍的加成哦！谢谢 Evan 的灯牌，谢谢 Evan， 欢迎殷千树，欢迎222，真是可恶！一群铂金，我都没有发现这个夹心饼干77，他居然是小丽，听声音认出了他。谢谢小七的小星星。当当当当，欢迎易恩。哒哒哒哒。欢迎牧羊少年。他们真的好快，虽然说这马上又要月底了。我们现在加成中哦，我们现在1.5倍加成中哟。如果大家还没有续灯牌的话，我们可以现在续灯牌哦，我们可以有1.5倍的加成哦。欢迎冒泡呀！如果大家现在有什么闪耀啊，有灯牌的可以现在续，就是还没有续的话可以现在续哦。我们现在有1.5倍的加成哦，现在有1.5倍的加成哦。哒哒哒哒哒哒，我们还25秒钟，还有25秒钟，我们1.5倍加成哦！欢迎 Blank， 哒哒哒哒，我们还有15秒钟了，我们能不能往前走一走？我们现在第3名了，有没有谁救救我？我们现在第3名了，我们保住第2就好了，现在1.5倍加成中喽！啊，龙姐怎么这么厉害？怎么一下就变第4了呀？我真的是服了，怎么一下子就变第4了？明明刚刚还是第2的。
又在玩花活，因为他有票啊，他有人帮他呀，因为他有人帮他，也不是在玩花活，因为有人帮嘛。我们怎么就第4了？明明刚刚不是第3的吗？哦呸，刚刚不是第2的吗？明明刚刚不是第2的吗？怎么一下就第4名了呀？有没有谁想要救救我的？有没有谁想要救救这个酱的？有没有谁想救救我的？我们还有20秒钟了，还有15秒了，有没有谁想救救我们的？我们只要撑到第2就好了。还有7秒钟了，有谁要救我吗？欢迎要有。好，没谁救我，没谁救我，难过。噔噔噔噔，失败。欢迎小甜甜。我们的那个已经走掉了，我们的 MVP 乖乖已经走掉了，开一下麦吧。谢谢我星辰，谢谢我一直，谢谢黄景红，谢谢家风，谢谢元红，谢谢新郎，谢谢宛如梦幻，谢谢你们。Hello， 我玩的是什么来着的？1、2、3、4。哦，好，我奖励夹心饼干，你给我跳个抖舞。好的。你这个号播了有1个月了吗？有呀。噔噔噔噔噔。不过为什么要换呢？之前那个不是很好吗？对啊，你之前那个还有粉丝量呀。不推流。那你觉得换号效果好不好？不好。那你换政策了吗？那你下个月要回去吗？谁是房主？我不是。我收了。辛苦了。那你下个月还要用这个号播吗？对呀。那我们点个互关吧，好吧？好呀。那我也点个互关咯。nice，都是我的互关。小七老师，你要奖励我什么？我奖励你，主页艾特我一下吧，艾特1天。什么？主页艾特我1天就好了。OK，说说最喜欢的小宝宝。好，最喜欢。OK，好的。OK。那我们下次玩喽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欢迎枫叶。我还第一次艾特别人，哎呦，怎么灯灭了？就这儿吧。怎么灯灭了？就这儿吧。欢迎吕布布。噔，他说啥来着？最喜欢的小宝宝是不是？记一下，免得忘了。噔。我们再听，今天我们早点下喽，我们等到20的时候我们就下播喽。
这造型是火影忍者，不知道，没看过，不知道，没看过火影。我还是把灯给开开。谢谢天宇的灯牌，晚上好，天宇。Love me like you do。Love me like you do, love me like you do。一大早高铁，行，我混完才能下。你还有多久混完？当当当，花朵还要多久混完？你还要多久混完？谢谢我的点赞，欢迎林俊杰，你还要多久混完？7分钟，没关系啊，7分钟肯定是够的，刚刚够的好吗？欢迎影子，7分钟肯定是够的，肯定是够的。谢谢影子的灯牌。宜宾地震对成都有影响吗？我觉得还好，没什么影响。今天晚上就要飞成都了，搞得我有点慌，还好吧，还好吧，完全没有很大的影响哦，完全没有很大的影响，就是我觉得成都的震感就是小小的摇晃了一下，还好，影响不大，根本就没有影响，完全一点都没影响。太乙真人还需要补一双鞋子和一个头冠和一个腰带，你以前没有吗？你以前没有吗？现在要补一双鞋子一个头冠。谢谢林俊杰的关注，谢谢你的关注。一个头冠一个腰带，我记得你之前出过那个太乙真人，你没有，那个时候你出的时候没有吗？你还需要重新买，你那个时候没有吗？欢迎小灵珠。谢谢灵珠的灯牌，谢谢灵珠的11个闪耀，谢谢灵珠，谢谢灵珠宝宝的11个闪耀，谢谢灵珠的11个闪耀和10个闪耀，谢谢灵珠，恭喜灵珠升到我们7级了，恭喜灵珠，谢谢灵珠的10个闪耀，欢迎破坏，坏了，什么坏了？什么坏了？就你说之前的坏了扔了呗，好吧？我就说你之前好像有，为什么不用之前的？原来是因为坏了呀。下次买个质量好的，能用好几年的呀。下次买一个能用好几年的，这样的话你就不用一直买了。我们在等花落，它续完，应该再添2首歌。你再添2首歌，我们就准备下播了。头冠坏了，欢迎鱼子酱，欢迎鱼子酱。鞋子像寿鞋，腰带就是劣质橙色布条，上次一出完就扔了，好吧？那确实很劣质了，好吗？梨花红色，细许多体会。噔噔噔噔噔，大家有没有什么想看的小舞蹈？没有的话我就不跳了，有的话我们就可以下播之前跳一个。今天为什么那个罐头都没来呀？
我跟子英的合影给你发过吗？发过呀，你之前去的时候你就发过，你发过的，发过。雨过天晴，欢迎老王本王。哒哒哒哒，也想跟夏夏的呢，跟夏夏的没有发过，但是你发过跟子英的。梨花很好，许多体会，鱼儿心中如水。大江东去浪淘尽，欢迎北向青潭街。谢谢西西的灯牌，谢谢西西宝宝的灯牌。如果还有要续灯牌的，可以续灯牌哦。欢迎小木条。如果要续灯牌的，可以续灯牌的哦。什么时候出山田？我吗？我应该不出山田，我都没有这套 cos 服。我最近要出的是三角洲，明天、后天要出三角洲。最近不出山田，我没有山田的衣服，而且我也不想买个出。我为什么不喜欢出 cos？ 因为买 cos 服真的很贵，你稍微买一个好一点 cos 服就得500往上走，太贵了，而且。不出吗？不出。小峰那套是借的，你知道吗？小峰那套不是，我之前都问过他，我说峰姐你的那套山田是买的吗？他说他是借的，那我又不可能去找借呀，我不好意思。欢迎印堂，所以说我不出。最近要出的是那个三角洲的碟。欢迎雪花老师，晚上好，雪花老师。它跟日常也没什么区别，虽然也是。但是我也日常没有这样的衣服嘛，所以说还是，而且你要需要假发呀，就是出 cos 太贵了，可以睡觉了。好多晚安花落，晚安花落。出 cos 也太贵了，而且有时候 cos 就出了嘛，我又不是特别喜欢，我出 cos 出了一次就会一直放那儿。我家里面还有好几套 cos 没有出，就没有，我就之前出了之后想把它给挂闲鱼卖掉，一直没挂，老忘记。对呀，就是那个红毛，我知道很好，挺好看的。如果出它的话，可以跳那个舞了。拜拜花落，晚安好梦，拜拜。欢迎我心之所向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山田山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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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知道那个，但我没有出。二次元都土豪，对呀，二次元都土豪。你想想，除非你是自己捏假发，就是你自己如果会做假发的话，你就可以买毛坯。买毛坯的话，可能要便宜一些，几十块就能买到，最多毛坯就100块，就一般毛坯有几十块。但凡你要买那种造型好的，你不会搓，就自己不会做造型，不会手搓假发。基本上都是200-300一顶。我之前买过最贵的假发就是那个初音未来，你们知道那个初音未来，它头发不是很长吗？然后那套假发300多，就是造型好的假发，好贵。而且我初音未来那套小恶魔，就是小恶魔那套衣服，我现在也没有出那套衣服。然后那套衣服就小恶魔那套初音未来是我的第一套 cos 服，那套衣服一整套我还收的是闲鱼2手的那套衣服，但是头发是新的，头发是定做的，然后那套衣服800块，然后头发300块，那套衣就一整套下来就1000多，我就用了一次。就拍摄那一次，就用那么一次，然后我就说出，但是我就觉得初音未来算是一个热门 IP， 然后我就一直没有卖，我就想是如果以后要出 cos 或怎么样的话，我就出初音未来，所以这套衣服我一直留着的，就一直没卖。然后我第二套稍微贵一点的衣服就是原神的那个山羊、野羊、小野羊，那个就是
它的假发很好看，但是我衣服出，因为这个衣服收到2手的，它有点劣质，然后我用了一次之后就给它出掉了，但是我是大刀出的，我当时买成300多300-400，我只卖了100多200块，我真的是服了，我亏麻了。我就差不多买了300-400，但是我大刀出了100多，然后假发也是300块，假发也是300多，因为那个椰阳的假发很好看，当时找的很好看的那个就头那个毛娘做的就很贵，最便宜的 cos 应该就是梅林的 cos 了。对呀，就衣服800多。很贵的 cos 服真的很贵，出了啥也看不出来，拍了个2次元，然后藏服咋看不出来，出了啥也看，为什么是藏服？那我也不知道了，我都不知道藏服有些什么角色。去年初音和自贡灯会联名，老好看了。所以说我现在自己留在家里的 cos 服就只有还有一套那个第五人格的，因为我又不玩第五人格，所以说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名，它叫啥，就第五人格的一个海边的一个衣服，那套衣服也是500多。衣服因为当时我买的是新的，因为那套衣服它比较冷门，那套皮肤很冷门，然后闲鱼上收不到，我就买了新的，也500多，然后假发当时是100多200多买的，所以说也很贵，那套我也没有出，我都不知道现在能不能出得掉了，笑死，因为它那个妆造就很冷门，我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出掉了，然后只有初音未来没有出，然后第五人格没有出，然后那个椰阳的假发没出。欢迎浅浅，所以说我不太喜欢出 cos， 因为你买了这些东西，最多就用1-2次，你就不用了，就纯很烧钱。2次元妆造，然后又想拍藏妆，就穿那个藏服。哦，原来如此，那它叫 OC 了。我去，他这个真的就是自搭了好吗？他自搭了就是。等我收到180奖励自己出一回，人家要出啥？地下城与勇士里的鬼泣，5K 那么贵，很豪啊！就是说影子还是豪的，5K 都愿意出。我感觉我这么多 cos， 其实我 cos 很少，就这么为数不多的 cos 里面，最贵的就初音了，初音未来了，那套一整套1000多，好贵，真好贵。咋拍咋不顺眼，给我拍无语了。那你就不拍他是找你约拍的，是不是？他找你约拍的吗？你不拍他呗，你换一个人拍。如果找你约拍是你的客妹的话，那就没招了。如果是你的客妹，那就没招了，那只能拍了，硬着头皮拍。我接了单。那没招了，那既然是接了单的话，那就只能拍了，只能硬拍了。硬着拍，对呀，就只能硬着拍了。我们最后一首歌喽，最后一首歌我们就准备下播喽。看了一下，应该没有那么贵。我就说太贵了，5K 太贵了，我最贵的也就1K 多。但是我准备之后把那个第五人格的挂了。然后梅林的假发我就准备挂了，因为我每次说挂老忘记。然后这次出这个三角洲也是，我最开始想租衣服的，我想的是买衣服花几百块买，又用一次太贵了不划算。然后我就想的是租，但是租的条款太多了，就是各种各样的条例，我就怕到时候有损坏什么的还扣押金，我算了，还是自己买一套吧。但是我这次都买的是那种便宜的。欢迎空乐语，考验你的技术。雪花老师的技术应该挺好吧？还没睡，是的，小珍珠也没睡呢。上回给小粉买了一条13鱼的裙子，要1K，太贵了。13鱼真的很贵，因为13鱼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反正13鱼它就卖的是设计。13鱼家的裙子真的很贵，就一条裙子到500-600，我只买过13鱼家的一条裙子，就是之前整个团都有的那条橘色的裙子，
当时他们是团里的裙子，因为我加入他们，我加入之后，反正就是新买了一套，那套裙子500多，反正挺贵的。我觉得罗裙和 cos 都贵，都烧钱玩意儿。我给买了顶配，还是小影子太有实力了，还得是影子太有实力了，还买顶配，那1K 多也是合理的了。因为13瑜伽就是很贵，13瑜真的很贵。噔噔噔噔噔噔。噔噔噔噔噔，哦哦，谢谢影子的点赞，我们要准备下播喽，我们要准备下播喽，有没有谁想接我下班的？欢迎雪华老师，配件上衣加裙子都要1K，太贵了，太贵了，上衣加裙子都要1K，太贵了。能赶上什么了？能赶上椰子少女了。椰子少女也好贵，但我老喜欢买椰子少女的衣服。我这套衣服也是椰子少女的，他家的衣服真的很，就是很戳我，就是很好看。反正我挺喜欢他家的衣服，但他家衣服真的很贵，真的很贵，巨贵，无比之贵。一件衣服100-200，一条裙子100-200，甚至有些时候裙子300，衣服100多200，就一套衣服，你看它你这套衣服还算是椰子少女便宜的了，真的很贵了，1096，好贵，还得是影子有实力。赤原雄拍过雷姆老好看了，雷姆我感觉出雷姆的都很好看，我感觉出雷姆的都是萌妹，出雷姆的都是萌妹子。看了，谢谢菠萝拍的灯牌，谢谢菠萝拍灯牌。我觉得出雷姆反正就是萌妹，欢迎 DJ。现在没实力了，声音都哑了，说话说太多了。没有，影子一直都很有实力的。去年志愿熊的时候接了一个，那还挺好的。我觉得志愿熊，志愿熊是志愿熊是什么？漫展吗？怎么觉得老眼熟了呢？谢谢第一阶的点亮和灯牌，我们还要去灯牌的宝宝吗？还要去灯牌的宝子吗？我现在都是封闭不刷，就是陪伴。哦，漫展，我就说咋那么熟，那么耳熟，原来是漫展，没去过志愿熊。哒哒哒哒哒哒，欢迎晚不熬夜，我们要准备下播喽。欢迎菠萝派。噔噔噔噔，我跟你讲，我跟悟空抽过超多回。哎呀，你要真想看悟空，你就他去哪儿你就去哪儿。我跟你说，你就跟他线下跑，你准能见到他的。噔噔，在世博城，赤原熊在世纪城。哦，原来如此。没去过因为我现在很少去漫展。我听说过志愿熊，但是我没有去过，跑不起。你要真想见他，肯定能跑得起的。谢谢迪姐的闪耀，还我亚搜，这什么东西？漫展基本每次都一样，可能都是大漫展，大漫展的确实很像，大家都会去，但是大漫展的质量高，好看妹妹多。欢迎鱼子酱。好啦，我们要准备下播了，有没有谁想接我们下播的？有吗？没有我就灰溜溜的下播了。欢迎小妖，元旦回去世界线，我都不知道会不会去漫展。目前的话还不知道，应该不好说，应该大概率是不会去漫展的。就如果没人找我的话，上回亚搜来沈阳我值班。那也没办法了，那没办法，你请假呀，请假去嘛，你跟他们换班嘛。亚搜是韩元 coser 哦，不知道不认识。欢迎一番长，不认识。噔噔噔噔噔，好啦，我们要准备下播喽。看来是没有人接我了，回成都先让他们去温江那个拍照圣地拍素材。拉谁呀？拉 coser 吗？
温江圣地拍素材，什么温江圣地 ？cos 他们老是有很多那种摄影会 cos 很多那种摄影会，感觉还是蛮二次元的。对，是的。喜欢去漫展，喜欢二次元，喜欢 coser 都比较那个。好啦，我们要准备下播了。最后问一句，有谁想要接我们下播吗？有没有谁想接我下播？那真是他们几中的其中一个哦。那他们去拍，挺好的呀，可以啊。噔噔噔噔噔，有吗？有吗？有想要接我下播的吗？欢迎一下。记不叫保罗的，记得呀，你就是保罗吗？温江有个地方老美了，有机会去。噔噔，记得有一个叫保罗的，他没了什么意思啊？噔噔噔，接你下班，对呀，有没有谁想接我下班的？这样在线等一个接下班的，有没有啊？有没有？没有就会溜下了。他没了是什么意思啊？他没了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去，那你怎么知道他没了？你跟他是朋友吗？好吓人啊！你这句他没了，你这怎么这么吓人？就是物理意义上的没了。那你怎么知道？你跟他是朋友吗？怎么接我下班？就是什么礼物啊，就小礼物都可以啊。你一个喵喵耳朵都可以接我下班啊，什么小礼物都可以接我下班啊。你跟他是朋友吗？物理意义上的没了，是不是就是嘎掉了？我还等他给我续会员呢。他去年答应我给我续，他说我过生日给我续会员的。真的物理上意义都没了，是我想的那个没了吗？欢迎一昂，怎么会呢？怎么会啊？去吓死了！什么意思啊？没懂啊？差不多。谢谢一下的关注，谢谢一下宝宝的关注，真这个啦，这个意思啦。谢谢迪姐的点赞，他这个啦，哇，为啥呢？我觉得他还挺厉害的一个人哎，吓死了！为啥会这样？是不是直播间不好说？欢迎一直讲，怎么会这样呢？我去，我觉得他还挺好的，给我的印象就是一个喜欢宅舞的小男孩。噔噔噔噔噔噔，我觉得他人也挺好的，而且又挺厉害的，感觉他蛮优秀的艺人的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如此？有可能是朋友吧？是不是朋友？有没有接我下播的？嗓子夹冒烟了。没有吗？没有，我们要准备下播了。就是在这里互关的。那你咋知道？哦，就是在我这里互关的吗？你跟他是在我这里互关的吗？那你怎么知道他没了的？你跟他是朋友吗？虽然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他了，确实很久没有见到他。感觉我上一次见到他的时候还是上一次，今年见过他几次，今年上半年的时候见过他，算吧，好吧。欢迎夏虫雨冰，虽然说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，但是感觉还是挺那个的。欢迎沙影贝利特。没有吗？我下播喽，真的没有吗？我下播喽。一下还在吗？一下你不是说你要接我下班吗？你还在吗？那我们要准备下播了。晚安 Aven， 晚安 DJ， 晚安鱼子酱，晚安三哥，哦呸，晚安二哥，又搞错了。晚安二哥，晚安哲哲，晚安恋哥，晚安小妖，晚安夏虫，晚安贝利特，晚安晚安。晚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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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家人们，晚安，晚安。
早点休息，晚安晚安。M 发问号干嘛？晚安晚安，准备下了，拜拜家们，早点休息你们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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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